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0号。那么11月10号离美国大选这个正式投票日已经整整过去1个礼拜。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呢做选情更新，也就是到我做这个节目，就我准备这个节目的时间，就是美国东部时间纽约华盛顿时间中午12点。到这个时候呢，截至这个时候的选情变化，首先是什么？是拜登已经失去了宾州，就是到昨天。拜登本来在宾州赢得的20张选举人票，现在已经被拿下。那么也就是说，拜登从他原来的这个选举人票279张呢，现在倒退了这个20张以后，现在只有259张了。这是首先选情的变化，也就是拜登现在已经低于能够当选的这个法定票数之内了，也就是拜登现在没有达到270张选举人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北卡和乔治亚州全部要重新核算。那么重新核算以后，很可能这些所有的选举人票全部要归川普。就是目前来讲，根据重新核算已经点票的情况来看，川普总统是大幅领先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些原来计算给拜登的这些选举人票全部退还给川普总统以后，那么拜登个人的选举人票很可能就会跌到200以内。那么加上有2个一直有争议的州，就是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他们全部进入了复查状态。那么复查之后，如果这2个州川普总统最终在这2个州胜出的话，那么拜登的选举人票肯定是在200以内，也就是川普总统他的选举人票肯定在300以上。这样川普总统就会不输于上一次跟希拉里的选举业绩，川普总统甚至超过上次跟希拉里选举他的这个胜利的形势。因此川普总统赢得本轮大选可以讲胜利在望。当然了，有很多官司在很多州里面已经诉讼展开，有不少州呢，你从网上看到更新呢，说很多州呢最终都是和解。你要知道和解的前提是什么？和解的前提就是同意重新计票，同意监督，同意对有争议的票进行重新清点，这个是和解的前提。如果是这个不答应的话，那么显然诉讼会进行到底的。一旦同意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他们本来诉讼的目的就是要求把这个票合理合法的计算吧，因为美国人民根本不在乎今年是选出谁来当总统，关键什么？关键要公平公正，要给一个选举透明，要让美国人民真实的选举，让那个合法的选票，让他每一票都合法的计入。那么那些不合法的票，那些假票，那些死人票和那些没有投票资格的那些非美国公民，这些票都肯定要剔除。这是选情的第2个变化。那第3个变化，也就是川普总统在昨天已经替换了美国国防部长，是为什么？是为可能导致的黑名贵，导致可能的这个民主党爆发的大量的黑人的打砸抢行动呢，为这个整个规范国家法治秩序呢，那么川普总统要做必要的这个国家的法治方面的准备，所以更换国防部长有重要的这么一环。那么第4个呢，你就可以看有些政治大佬呢已经改口了。首先是什么？小布什在前一天已经向拜登道贺以后，他看到现在风向不对了，他又改口说他要支持川普了。他为什么现在要改口支持川普啊？因为他看出来川普很可能会连任的。川普一旦连任以后，会不会追究到小布什家族跟中共的勾兑，要把小布什家族在共和党建制派大佬里面的这一群体，他们跟共产党勾兑的所有的腐败，通通给他一查到底。小布什最后进不进法庭都不好说，所以小布什现在赶紧调转口风去支持川普了。很多主流媒体，你比方说 CNN 连续发了6个板块，这个板块现在上面都在改口风，说是大选结果还没有确定，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不像礼拜6宣布的拜登已经当选那个口气了。目前来讲，大选已经不再确定。拜登呢，他自己也在发推特，称他自己呢现在还不是总统，如果要是总统的话呢，也需要到1月20号。所以说呢，拜登现在也不敢以当选总统的那个姿态呢，现在耀武扬威了。那么第5个变化，也就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明确支持川普，明确要求川普有100%的权利，可以要求核查本次大选里面是否有舞弊。美国公民有权利知道他们每一票，他们这些真实合法的选票是否被计入。所以说，共和党大佬、共和党的参议员，尤其是共和党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他公开的发表声明支持川普，这都是给川普带来很大的鼓舞，给共和党的选情带来很大的鼓舞。可以讲，本次大选啊，共和党实际上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除了保住参议员的多数，一票没丢嘛，然后又在众议院呢多增加了7个席位。那么其余几个目前计票还没有出结果的州呢，很可能共和党还能获得众议院更多的席位。那么也就明确可以说，
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所以说你很难理解啊，一个党派他们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胜利，而他们的总统却输掉了，你觉得从逻辑上能解释得通吗？而且民主党可以讲参议院他们一票没得，众议院又丢掉那么多席位，现在 Nancy Pelosi 能不能保住议长的位置，民主党能不能保住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地位，现在都不好说。所以说呢，整个大选呢，大家都可以看出肯定有很多舞弊，很多人不承认，呢，我就给大家呢简单的公布一组数据，通过这组数据呢，我们就分析它里面的逻辑对应。那么根据目前来讲，所有媒体报道的，就说拜登他在全美各州啊，他获得总的得票数是7500万，而川普呢，在全美各州呢获得的总的得票数呢是7100万。按照这两个数字来计算的话，也就是拜登领先川普总统有400万。但是我们的疑问来了，也就是仅仅在加州呢，拜登在加州一个州的得票就达到了930万，而川普总统得票呢只得到了480万。那么加州这一个州，拜登比川普总统获得的支持票，就是多数票，已经达到了451万。那么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吧？在加州，你拜登都领先了川普总统451万，但是总票数你领先川普总统只有400万。那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应当在除加州之外，其他各州至少要多赢的10万，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得票的总数字。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各州川普总统全部败，拜登全部胜了呢？你觉得从逻辑上能解释清楚吗？如果没有作弊，能做到这一点吗？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一推敲，马上就知道结果了。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他就提出要计算每一张合法选票，要剔除每一张非法选票，尤其他提出媒体应当去过问宾夕法尼亚有68万多张票，他们在没有大选观察员的情况下被记录的。本来这是媒体需要调查的问题，但是媒体现在都装聋作哑，媒体都不去揭露这种大选中的舞弊。This election is not over. Far from it. We have only begu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an accurate, honest vote count.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all Americans who want to have faith and confidence not only in this election, but in the many elections to come. 麦肯尼指出，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反对验证选民身份，反对核实选民的公民资格，并将大选观察员拒之门外，而这个政党正是民主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有一次诚实的选举，不想要准确的数字，所有隐瞒和不透明是为了进行欺诈。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want to protect the franchi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e want an honest, accurate, lawful count. We want maximum sunlight. We want maximum transparency. We want every legal vote to be counted, and we want every illegal vote to be discarded. Unlike our opponents, we have nothing to hide. The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 matter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atters. 截至11月9日下午4点，仅在密歇根一个州，川普和共和党的律师团队就已经收集到131份证人的宣誓证词。从选举日至今的大选舞弊相关报告高达2800件，并在当天再提出2起相关诉讼。在记者会的最后，麦肯尼也提醒已经成为党派喉舌的左派媒体去履行记者的真正职责。There were 682,479 ballots counted in Philadelphia, in Allegheny County, that there were no poll watchers allowed to watch. It's the job of the media to ask the question why, because all we are asking for is truth, transparency, and sunlight here. That is all we are asking for. And sadly, we are asking the questions many of you should. 而麦肯纳尼的讲话呢，被福克斯新闻呢正在直播的过程中，他马上就掐断了麦肯纳尼的话，也就是现在媒体啊，他们通通是掐断共和党。不要说是川普总统了，麦肯纳尼的话他们通通掐断的，他们不敢把共和党、把川普总统、把白宫发言人表达的这个声音呢，让老百姓知道。你怕什么呢？你不就是要舞弊吗？那么民主党你能不能做到一手遮天呢？能不能控制所有的媒体，让媒体全部信党呢？让媒体全部成为你们的喉舌呢？除了金正恩和习近平，谁能做得到呢？习近平很得意啊，习近平他这一次看到拜登当选以后，所以说他很高兴，他觉得他们长期扶植的这个拜登已经成为一个控制美国的力量了。所以说呢，习近平他可以嘲笑川普的，说是习近平虽然没有把贺电给拜登送到，但是他给川普的电话是打到了。他告诉川普，这个宇宙太疯狂，大
海掀翻了小池塘，人均接近8000万，撸起袖子加油干，10里3路我没换肩，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全没有，看见没，川普先生，这个就叫公平选举。所以说，习近平他可以嘲笑一下川普的，但是你从目前选举的形势分析来看，你主要去看川普总统的推特，可以讲没有任何人比川普总统更关心大选了，也没有任何人比他发布的选情统计更权威了。媒体都死了嘛，现在媒体通通不报嘛，媒体不会把这个真实的选情的变化呢告诉广大听众。那么媒体不报，我们自媒体来报啊。很多人看我的节目都说建明你可能里面插了一些视频，或者有些视频你不大想看。我告诉你讲，我传播的这些视频，我传播的这些声音，都是因为什么？主流媒体不传播，所以说我要传播。虽然我这个自媒体很小，虽然我的力量很小，但是呢，我维护川普总统获得公平选举的决心很大，不能让川普总统孤独。我们应当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主流媒体一律不传播的时候，我们自媒体就传播。谁说自媒体不是媒体？自媒体也应该表达自己正义的立场。所以到目前来讲的话，根据我们从川普总统推文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数据，威斯康星州拜登即将分崩离析。一旦确认了威斯康星州有19500票，这19500票呢，本来是全部投选川普的，但是被他们全部记录到拜登头上。你想想看，一进一出要多少？加拜登19500，减掉川普总统的19500，一来一去39000张票啊。那么现在要把这个纠正过来，一下子就变成了川普总统就比拜登要净多出39000张票。那你说川普总统凭什么他会不胜出呢？那么川普总统如果夺回了威斯康星州，夺回了乔治亚州，那么还剩几个未定的州。这几个未定的州，一个是内华达州，一个是亚利桑那州，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是密西西比州，一个是密西根州。这几个州目前的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呢，他目前的选举人的票呢只有259张，川普总统是227张。如果接下来川普胜选的可能性，如果川普总统直接拿下宾州，那么拿下宾州，川普总统只要在其他的州获得1到2个州的胜选，那么川普总统肯定就赢了。如果根本就拿不下宾夕法尼亚，那么川普总统只要拿下亚利桑那州，然后至少再拿回内华达州、密西西比州或者密歇根州其中一个州，那么川普总统仍然可以超过270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获得胜利是胜利在望，根本就不是媒体的阴谋。他们选择在星期六宣布，目的就是什么？星期六宣布，星期六、星期天2天没有人有反应啊，你白宫要休息啊，你所有的这些计票的单位、所有的检察官、所有调查的机构，你周末都在休息啊，所以他们就选择在星期六，在周末放出了拜登已经被媒体认定当选了。星期六、星期天2天狂欢，然后利用他们媒体知道的这个形势，希望美国人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就是拜登当选了。同时，全球有很多国家领导人、很多国际领导人都不断地向拜登道贺，这样媒体大肆炒作以后，认为到礼拜一你川普认输吧。但实际情况呢，完全不一样。昨天仅仅礼拜一一天，也就是产生了大幅的扭转。也就是目前来讲，川普总统胜利在望。那些向拜登提前道贺的、急吼吼要道贺的这些领导人，我不知道他们如果在川普总统胜出以后，他们还有什么脸向川普总统再来道贺。I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Biden, very much on his victory, and of course I congratulate Kamala Harris on being the first female vice president as she will beco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אני רוצה לפתוח בברכות לג'ו ביידן ולקמלה האריס. יש לי קשר אישי ארוך וחם עם ג'ו ביידן, קרוב ל-40 שנה. We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very closely. 你看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在本轮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疫情中，他都差点挂掉啊。进了 ICU 抢救啊，是川普总统派专机，派美国的医疗专家飞到伦敦去抢救他，把他从死亡现场拖回来啊。他没有感觉川普总统啊，他看拜登当选以后，第一个去献投名状啊。你听他道贺的话语，又是祝贺拜登，又是祝贺贺锦丽。你看看约翰逊这副丑陋的样子，真的我是完全看不起。英国怎么会有这样的首相，这么有这种卑鄙的人？其次就是内塔尼亚胡啊。内塔尼亚胡道谢拜登的时候，他那副虔诚的表情，你敢学够川普吗？如果没有川普总统把耶路撒冷指定为以色列的首都，你以色列能获得那么多加沙地带的领土吗？你以色列能缔造整个跟阿拉伯国家的和平？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跟你签订和平协议，跟你建立大使级关系吗？
这都是川普总统为你做的贡献。你内塔尼亚胡怎么像东郭先生和狼一样？至于谭德赛，我们不用讲，谭德赛他去讨好拜登，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谭德赛已经是被川普一再批评了，而且川普总统已经退出了 WHO。谭德赛急吼吼地向拜登去道贺，当然谭德赛很高兴，因为拜登一上台，按他讲的，马上就恢复 WHO 的话，继续给 WHO 投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谭德赛钱也来了，而且谭德赛和中共一直是想把这个新冠疫情栽到川普头上。那么现在这个阴谋就得逞了，也就是中共想这么做，谭德赛也想这么做，现在拜登一样想这么做，也就是把整个2020年新冠疫情所有的责任推给川普就行了。这样他们很高兴啊，所以拜登的话相当的兴奋啊，因此拜登恨不能今天就搬到白宫，他当总统已经急不可耐啊。他的团队真以为他已经当选了，所以说前天在媒体宣称他当选，昨天呢他就成立了政权的交接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账号，要求办理权力转移。他的团队要求白宫总务署的署长立即办理政权交接事宜，并且警告他说，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取决于美国的政权是否可以平稳过渡。那么美国总务署署长明确就说，如果法定程序确定了拜登当总统，我马上移交。问题是现在没有法定程序确定你拜登当总统啊，你拜登的总统只不过是媒体宣布的，任何一个总统的当选都不是由媒体来宣布的，所以说在没有明确谁是总统的情况下，不可能现在启动过渡。而且拜登团队很过分的要求要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以及他们马上要跟情报机构、跟国家安全部门马上展开会谈的这些要求，通通被美国白宫总务所完全拒绝了。而拜登呢，他自己沾沾自喜啊，来不及庆祝啊。拜登现在已经准备提名奥巴马担任驻英国的大使了，这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了。我看拜登完全可以提名他们家亨特拜登担任联合国禁毒大使嘛，安排希拉里担任中国大使嘛。拜登现在就直接安排他们走马上任就行了。我不知道拜登是不是在做的一整黄粱梦啊？不好意思啊，节目做了一半，谈川普总统他的选情反转。那么谈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呢，我家门口呢嘈杂声非常大，我就知道蚂蚁们又来了4辆车，来了15、16个人，然后呢，他们举的各种标语牌，这些牌子上面既有我的照片，也有我的名字，然后就污蔑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我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特务，还是我是共产党的特务。就在今天，傅西秋牧师传来了一张他当地德州检察官起诉在他家门口闹事的蚂蚁是刑事起诉的一个人。这个女人是来自旧金山的，从网上一搜她的资料，她居然是共产党在华人侨社里面安排的首领，经常参与大使馆的活动。所以说你们就很清楚，来我家包围的和来傅西秋牧师家门口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啊，他们只不过是通过郭文贵打着郭文贵蚂蚁的旗号，而且他们已经明确在召集人马时候就讲过，来了就有补助，来15个人，人多一点，每次呢到6到8个小时，然后他们都有补助。你想想看，这个补助的钱哪来的呢？我当然会报警，很多朋友都问我要不要报警，我报警了，警察来看了，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标语牌挡在我们家里面的垃圾箱门口。今天呢，正好是我们这个小区出垃圾的日子，每家每户呢都把垃圾桶推到门口，然后垃圾车来把垃圾清运掉。但是他们把标语牌挡在垃圾车前面，那显然就影响人家垃圾车的工作了嘛。所以警察过来是让他们把这些东西移走的。他们当着警察面是移了一下，警察走了以后，他们又摆上来了。那么从监控里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呢他过来在现场呢和他们交代了警察要求他们必须注意和必须遵守的事项。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加州的警察和德州警察处理的力道不一样，但是无论是加州还是德州，都在美国，他都得遵守美国的法律。如果你触犯法律，你肯定要付出代价嘛。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呢推出的比较迟，主要呢是受这些蚂蚁帮对我呢制作节目的影响，然后采取一些保护措施。然后我想呢，把没有录完的节目呢继续给大家录下来。关于蚂蚁帮的事情呢，我放的节目呢最后来说，现在呢不影响我们这个节目。那么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那么这张图片呢，它是表示美国乔治亚州格林纳特县的一份选举总结报告。这个选举总结报告呢，可以让很多人进监狱的。为什么呢？你看他登记选民的总数是581467人，那么选民参与是多少呢？选民参与是408268人，占这个选民登记的总数的70.21%。但是最终投票投出来多少？最终投票居然投出了811836张。那么你可以想象看，仅仅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县，就居然把这个投票数
和他这个实际选民参与的人数投出翻了1倍的人数。那你想这个作弊做到什么地步呢？所以说我们在每天发现的各种作弊的指控中啊，光密歇根州就现在有131个人愿意站出来宣誓作证，表示他们来指证这次的作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在册但是还没有清楚的一些死人在投票，那么更多的是那些不在册的死人也完成了选民登记并且投票。川普搞了那么多场集会啊，他从来没到墓地去搞过啊，但为什么能有那么多死人来投票呢？所以说本次大选里面舞弊案呢已经非常多了。目前来讲呢，共和党呢他已经在有争议的几个州呢全部提起了诉讼，很多律师呢已经介入了当地的案件。那么同时有一些案子在审理，如果在当地州的高等法院，那么最终做出的审理结果共和党仍然是投诉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个案件最终呢会交到最高大法院。而本次选举案将由美国联邦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是个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他负责全部审理。那么托马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这个人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历史。这个人在30年前曾经被拜登污蔑他强奸他人，受尽了羞辱。托马斯这个人出身是很贫寒的，他是靠他的外祖父抚养长大的，然后在美国的十字学院和耶鲁法学院毕业。他毕业以后从事过律师的工作，那么在他从事律师工作的同时呢，被里根总统赏识，所以在1982年，里根总统呢任命他为公平就业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他有一个黑人女助理曾经呢说过呢，他对他有性骚扰的暗示。那么这个是对于普通的公职人员呢，只要没人把你告上法庭呢，这件事也没有人去过问。到了1991年呢，老布什总统呢就提名托马斯呢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么大家都知道，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毫无疑问就跟这次巴雷特大法官要确认一样，是要受到参议院对他一个议员的质询的。在这个质询的过程中，当时时任参议员的这个拜登，在1991年啊，他对这个托马斯呢是极尽的羞辱。因为呢，当时参议院呢是拿到了一个 FBI 提供的，说是托马斯大法官他曾经这个黑人女助理叫安妮塔指证呢，托马斯在担任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呢，对他呢说过一些性暗示的话，让他感觉到压力很难堪，对他构成了性骚扰。所以拜登呢就往死里面去求托马斯大法官。Anybody who runs for the Supreme Court or is appointed to the Supreme Court, to be more precise, should understand, I have not made my judgment based upon this proceeding because we have not heard all the evidence. As a black America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 is a high-tech lynching for uppity blacks who in any way deign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拜登这个人从骨子里面就是非常瞧不起黑人的，他对所有的黑人都是非常仇视的。所以那一次他对托马斯大法官对他这种羞辱的言论，托马斯大法官当时是忍住各种羞辱，然后一一的回答参议院所有参议员对他的质询。好在托马斯大法官最终被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票，然后通过他的大法官的任命。所以说拜登这个人，你从他的历史上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个白人至上者。他现在讨好黑人都是政治骗子，都是他演戏，他演了一辈子。只不过这一次关于大选的所有上诉案件都落到了黑人大法官托马斯的手上，我相信托马斯会秉公处理的。因为整个这轮大选啊，可以讲很多人都看出这个大选里面有非常多的猫腻。南科州的州长是个女州长，她就在一次接受采访里面就明确就说，当年20年前，当时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格尔也是被媒体宣布已经胜出。后来格尔和小布什把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议把它一直上诉到最高大法院。那时候美国人民也等待了37天，给出了37天的等待期。难道我们现在就不应该给川普总统有这个等待期限吗？让我们去了解每一票是否真实吗？只有真实的选票，只有合法的选票才可以记录的嘛。And back in 2000, Al Gore was given his day in court. We should give President Trump his day in court, let the process unfold. Because, George, we live in a republic. We are a government that gets its power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is the people. They give their consent on Election Day. Election Day needs to be fair, honest, and transparent. And we need to be sure that we had an honest election before we decide who gets to be in the White House the next 4 years. Governor Noem, 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that it wasn't an honest election? You had a tweet earlier this week saying it was rigged. 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at all of why
widespread fraud. I've spoken with Republ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Georgia, in Arizona. I've spoken to Republican officials across the country. They have come up with zer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And that is not true. That is absolutely not true. People have signed legal documents, affidavits stating that they saw illegal activities. And that is why we need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in court. The New York Times itself said that there were clerical errors. If you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Michigan, fraud, Governor, that's that very we had different. computer glitches that changed Republican votes to Democrat votes. You look in Pennsylvania, dead people voted in Pennsylvania. So, George, I don't know how widespread it is. I don't know if it'll change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But why is everybody so scared just to have a fair election and find out? We gave Al Gore 37 days to run the process before we decided who was going to be president. Why would we not afford the 70.6 million Americans that voted for President Trump the same? 所以说，我相信美国的政治人物都能看得出来。那么，当然了，最终争议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由这个黑人大法官托马斯先审理。如果是决定最终要集体投票，那么9个大法官他们最终会有一个投票表决的。好，我们期待着美国这个大选案最终能够水落石出，能还美国人民一个公平公道的选举。那么节目的最后，我就跟大家呢说一下所谓蚂蚁帮的事。今天呢，傅其秋牧师呢，在他的这个推特里面呢，发出了一个他当地德州检察官发给他的一个起诉的文件。这个起诉的文件就明确认定，10月份在德州傅牧师家门口进行非法骚扰，被当地警方抓捕的一个妇女，她现在已经被当地检察官起诉到当地法庭。她的名字呢叫方东娜，这个呢是根据她的汉语拼音音译了。目前这个方东娜呢已经被德州检察官呢正式起诉了。他的罪名呢是刑事犯罪侵入，这个刑事犯罪侵入它是刑事犯罪，所以方东娜就等待到上美国的法庭。方东娜是个什么人？他说他是反共的，他是一个蚂蚁，他是追求郭文贵去反共的。但是人们在网上查到了很多，方东娜是中国大使馆的红人，他是当地华人协会的会长，他参与了大使馆非常多的爱党爱国活动。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是反共的？所以说，现在郭文贵派出来的大量的蚂蚁，很多人都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帮他在侨社里面组织的这些侨领，包括傅其秋牧师家，包括我家现在门口的这些所谓的蚂蚁，几乎没有人是反共人士。因为如果他们在当地是反共人士，参与当地的反共组织，或者是参与当地的反共活动，那么所有这些反共人士我们都认识。而现在攻击我家或者是攻击傅其秋家门口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反共组织曾经各种反共活动中看过他们的人。他们这些人往往是大使馆举5星红旗的，或者是爱党爱国的这些侨领团体里面才出现这些人。他们说他们参加每次活动都有补助，都有钱。那么这个资金你觉得哪来的呢？这不是共产党出钱是谁呢？他们到我家门口来坐一天，他们就回去可以领钱了。他们在傅其秋牧师家门口坐了1个多月，每天来那么多人，他们都是领到钱的。那么你认为这个资金来源是谁呢？是郭文贵给吗？郭文贵自己饭都吃不上了，他有钱给你们吗？所以说，毫无疑问来讲，现在是打得挺郭，打得郭蚂蚁的旗号，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爪牙。他们布置在全美国，对每一个真正的反共人士进行打击。这也就是我家门口为什么隔3差5就有那么多人来。那么这个方东娜被起诉，他的 case number 是 I2005199，是德克萨斯州起诉方东娜的公诉案件。公诉案件大家都知道是检察官起诉，那就是刑事立案。那么懂英语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查。一旦被美国公诉的案件，如果你被美国定入刑责，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你的身份会被取消，尤其是那些所谓等待政庇的了，你是肯定办不到政庇。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侥幸已经混过政庇，但是你在混过政庇以后，你在美国想拿身份，你要变换身份啊。比方说你想申请绿卡啊，比方你想入籍美国公民啊，而且你在美国正常的生活，你今后要买房啦、贷款啦、结婚啦、办理各种新的身份，你都要进行背景调查的。你有刑事案件，你觉得你的背景调查能顺利通过吗？一种是根本就通不过，一种是长期审查，然后拖延你的时间。所以说，来我家里面骚扰的那个广西的妇女，姓阮的这个阮姓妇女，我是把照片在我的推特上发出来。
如果有人知道他的个人的姓名、地址，或者是到我家门口来骚扰的这些蚂蚁，有朋友能够了解或有朋友知道他们个人的真实信息，请大家私信给我。只要我获得任何一个到我家门口骚扰的蚂蚁个人的信息，我一定100%起诉他。因为他们那边为首的这个王文耿，就是打盲流子的这个王文耿，已经被我起诉到法庭上。那么其他的蚂蚁，只要我掌握信息的，我100%会起诉他，让这些人走上美国的法庭以后，最终他即使逃过法庭对他的处罚，但是他有刑事案底，他是逃不掉的。他一旦有了法庭的司法案底，那么他今后他在美国的生活，他所有的背景调查，他都讲通不过，或者他会受到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些人只有通过美国的法律来教训他们，让他们付出他们犯法的代价。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蚂蚁帮骚扰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人呢都劝我建明老师不要理他们，安心做好你的节目。我是这么坚持的，我也是希望无论他们怎么骚扰，我照样做好我的节目。但是你说安心，那肯定是自己要克服很多困难的，因为在他们不断的骚扰叫骂声中，如果你还能静下心来，能把节目做好，做到完全不受干涉，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定力的。但是请朋友们相信，我不会停止，任何人企图干扰和打击我，尤其共产党通过这种手法希望消灭或打击掉我的这个节目，那是没有可能的，我会坚持到底的。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